在单板进阶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其实不是卡刃，而是倾倒。尤其在血况不好的情况下，前刃的时候总是让前倾趴在地上，而后刃的时候一遇到陡坡就突突，甚至往后坐而摔倒。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用对利刃的方式，太多的用身体整体的倾倒去利刃，而过少的利用身体的折叠去利刃了。大家好，我是瑞士滑雪教练 KK，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看折叠和倾倒这两种利刃方式的不同，详细分析它们的优缺点，并且用几个简单的练习来增加你对身体折叠利刃的掌握程度。练习完这些动作，你就可以自由的在每一次换刃中灵活的调节折叠和倾倒所带来的利刃的比例，进一步增加你在刃上的稳定度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单板有两种利刃的方式，一个是通过身体的倾倒，一个是通过关节的折叠。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过身体倾倒的利刃。身体的倾倒利刃是通过整个的身体向一侧倒伏，像现在这样，然后把你的刃立起来的。这种利刃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它非常容易感受你的刃的位置，所以比较容易学习。在我们初学的时候会经常用到这样的利刃，而且向内的倾倒可以提供你在转向时候向内所需的这样一个向心力，因为你重力出板之后，它在水平方向有一个向内的分量。但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你如果只用倾倒去利刃的话，你的重心，看我每次重心的位置会出板很多，而这种重心出板很多的话，如果脚上的支撑非常牢固，那没有问题，它会帮助你更好的转弯。但一旦脚下血况出了问题，比如说它突然变得很冰或者有血包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身体非常不稳。如果重心这个时候在板外的话，就很容易向那个方向摔倒。那么第二种利刃方式就是通过关节的折叠来利刃。当我把关节弯下来，你看现在这样，它也可以把刃立起来。用这种方式滑行，可以明显的看出我换刃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因为如果我需要利刃的话，关节折叠一下，比你的重心从板的一侧倾倒到另外一侧速度要快很多。像现在这样，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完成利刃，并且在这种利刃的情况下，因为你的重心不出板，所以一旦脚下血况发生变化，不管是冰面呀，然后血包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及时的做出反应。那么了解了倾倒和折叠产生的利刃，我们现在就能回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前刃会往前趴，后刃会突突并且往后倒了。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利刃的时候倾倒过多，折叠不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4个练习，让你习惯折叠利刃的感觉，能够更自如的在换刃中调整折叠和倾倒的比例。我们第一个练习就是在平地上找到关节折叠利刃的这种感觉。我们现在试一下前刃，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用的是3个关节，一个是你的脚踝，一个是你的膝盖，一个是你的胯。现在刃的角度放得比较低，但如果我把关节往下压的话，这个时候我的刃一下就可以立得很高，立得很高，再放下来，立刃再放下来。同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后刃，后刃用到的关节，你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往下坐来立刃，往下坐来立刃，往下坐来立刃。把这个平地上通过折叠的利刃这个感觉找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第2个练习。我们在横切雪道的时候，用压在雪道上方的这一侧的刃来做一个折叠的利刃。这个时候还不需要把折叠利刃带入你的换刃之中，我们只是在横切雪道的时候来熟悉这个感觉。好，我们在横切雪道的时候，压着前刃，看一下我们脚下刃的角度，往下压立刃，然后放松利刃，放松利刃，放松利刃，放松。好，再看一下我们后刃，横切雪道的时候，利刃，然后放松，利刃，放松，利刃，放松。但在横切雪道可以很稳定的控制自己的关节做上下起伏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第3个练习，就是增加你上下起伏的幅度，直到你在横切雪道的时候可以轻微的跳起来。好，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在横切雪道的时候，如果折叠你的关节，然后释放，跳起来，再向原来的方向走。然后我们换到后刃，在横切雪道的时候没有人啊，跳起来，继续往同样方向走，跳起来，往同样方向走。好，我换右脚在前再演示一下。右脚这个时候后刃
平行水道，跳起来，继续往同样方向走，跳起来，往同样的方向走。好，换到前刃，横切雪道，起跳，起跳，着地。好，当你可以完成这一步的时候，就代表你通过关节的折叠来立刃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带入你的换刃之中，在换刃的时候略微减少由于你的倾倒带来的利刃，而增加你通过关节折叠带来的利刃。我们现在做一个换刃来试一试。当我们入弯之后，多往下蹲，增加关节的折叠，而少一点身体向内的倾倒。像我现在这样，哎，好，我这样，哎，站起来。看这个时候我身体倾倒会很少，但主要是通过关节折叠。为什么我们压在后刃上突突会比前刃严重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后刃的时候，你只能通过膝盖这一个关节作为你主要的吸收冲击的这个缓冲器。我们在前刃立刃的时候，有2个关节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雪面的冲击，因为我们的脚踝可以动，我们的膝盖可以动，这2个关节都可以用来吸收雪面上不平整。但如果我们压到后刃的时候，你是很难用到脚踝的关节。当你只有1个关节去吸收冲击的时候，如果你的膝盖绷得比较直的话，就会有这种突突。而前刃的话，因为你的脚踝可以控制，会好很多。但如果我们在后刃的时候，把我们的膝盖松下来，让我们的膝盖更灵活地吸收雪面的不平整的话，你看就。好了，这就是折叠和倾倒2种立刃方式的不同，它们的优劣性以及它们对你滑行产生的影响了。详细的了解并且掌握这2种立刃的方式，就能让你在滑行过程中灵活地调整2种立刃的比例，来应对各种不同的地形和雪况，增加你在刃上的稳定性，让你能更安全地探索整个大山了。好了，到今天这期视频为止呢，我们单板进阶课程的内容已经快要结束了。随着我们过去几期的内容啊，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在滑行过程中的加压减压、重心的上下起伏，你也激活了你的核心，知道如何用核心带转以及各种不同的练习来增加你刃上的稳定性了。那么下一期也是我们单板进阶最后一课的内容，我们就会把所有学习的内容带到你日常的滑行当中，用实战检验一下你所掌握的内容。我们会聊一聊在雪场中4种最常见的困难的雪道，以及如何利用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学的所有的知识，去更好的应对这些雪道，迎接雪山给你带来的挑战吧。好，我是 K， 我们下期再见。